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介绍，我是你们的朋友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探讨一本改变思维方式的经典之作《简单的逻辑学》。这本书由美国著名的逻辑学家、哲学教授 D.Q. 麦克伦尼 Douglas Q.Making Learning 所著。他以深入浅出的方式，将复杂的逻辑学概念转化为普通人也能轻松理解和应用的思维工具。让我先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20世纪初，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斯·斯隆 Alfred P. 斯隆的通用汽车公司总裁，在一次高层会议中，面对众口一词的决策，他并没有急于拍板，而是说：“先生们，我建议我们暂时休会，大家回去重新思考这个问题，并尝试找出反对这个决策的理由。下次开会时，我们再讨论斯隆的这一举动。”正是运用了逻辑学中的批判性思维，他深知只有通过全面、理性的分析，才能做出最正确的决策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逻辑学不仅仅是学者们的专利，它是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需要掌握的技能。那么，简单的逻辑学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和帮助呢？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。1. 逻辑学的基本概念，清晰思考的第一步。简单的逻辑学首先为我们介绍了逻辑学的基本概念，包括命题、推理、论证等。这些概念是逻辑思维的基石，帮助我们构建清晰、有效的思考框架。清晰思考是心理学中认知清晰度的体现。研究表明，认知清晰度越高，人们在处理信息时越不容易受到偏见和情绪的影响。逻辑学通过提供一套严谨的思维工具，帮助我们提高认知清晰度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应用逻辑学的基本概念。一、明确问题。在面对复杂问题时，首先明确问题的核心，避免被无关信息干扰。2、构建论证，将问题分解为若干个命题，并通过逻辑推理构建完整的论证过程。3、检验结论，通过反证法或寻找反例检验结论的合理性。书中提到一个经典案例，一位律师在法庭上通过严谨的逻辑推理，成功地为被告辩护。他首先明确案件的核心问题，然后构建了一系列有力的论证，最终说服了陪审团。这个案例生动地展示了逻辑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价值。逻辑学是关于推理和论证的科学，它教会我们如何正确的思考和表达。D.Q. 麦克伦尼。2、批判性思维，质疑与反思的力量。批判性思维是简单的逻辑学的核心内容之一，它鼓励我们质疑现有的观点和假设，通过反思和分析，找到更合理的解释和解决方案。批判性思维与心理学中的原认知能力密切相关。原认知是指对自身认知过程的认知和调节。通过培养批判性思维，我们可以提高原认知能力，从而更好地控制和调节自己的思维过程。1、质疑假设，在面对任何观点或结论时，首先质疑其背后的假设和前提。2、寻找证据，通过查阅资料、实验验证等方式，寻找支持或反对的证据。3、反思过程，对自身的思考过程进行反思，找出可能的偏见和错误。书中讲述了一个关于群体迷思的案例，在一个团队决策中，由于成员们过于追求一致意见，导致忽视了重要的反对意见，最终做出了错误的决策。这个案例提醒我们，批判性思维在团队合作中同样重要。批判性思维不是否定一切，而是通过理性的质疑和反思，找到更合理的解释和解决方案。D.Q. 麦克伦尼。3、非形式逻辑，日常生活中的逻辑应用。非形式逻辑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逻辑应用，包括语言表达、辩论技巧、说服力等。它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运用逻辑学，使其成为我们日常交流和决策的有力工具。非形式逻辑与心理学中的说服心理学密切相关。说服心理学研究的是如何通过有效的沟通和表达，影响他人的态度和行为。通过掌握非形式逻辑，我们可以提高自身的说服力和影响力。一、清晰表达，在表达观点时，使用清晰、简洁的语言，避免模糊和歧义。2、逻辑结构，构建合理的逻辑结构，使论证过程严谨有说服力。3、情感共鸣，在说服他人时，适当运用情感因素，增强说服力。书中提到一个关于广告说服力的案例，一个成功的广告不仅需要精美的画面和动人的音乐，更需要严谨的逻辑结构和有力的论证。通过分析成功的广告案例，我们可以学习到如何运用非形式逻辑，提高自身的说服力。非形式逻辑教会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逻辑学，使我们的表达更具说服力和影响力。D.Q. 麦克伦尼。4、形式逻辑，严谨推理的艺术。形式逻辑关注的是严谨的推理过程，包括演绎推理、归纳推理、类比推理等。它帮助我们构建严密的逻辑体系，确保结论的可靠性和准确性。形式逻辑与心理学中的推理心理学密切相关。
推理心理学研究的是人们如何进行逻辑推理，以及常见的推理错误。通过学习形式逻辑，我们可以识别和避免推理错误，提高推理的准确性。一元一推理，从一般到特殊，通过严密的逻辑推导，得出可靠的结论。2. 归纳推理，从特殊到一般，通过对大量事例的分析，归纳出一般性结论。3. 类比推理，通过比较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性，进行推理和预测。书中讲述了一个关于科学推理的案例，科学家们通过严谨的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，不断验证和完善科学理论。这个案例展示了形式逻辑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。形式逻辑是严谨推理的艺术，它帮助我们构建严密的逻辑体系，确保结论的可靠性和准确性。D.Q. 麦克伦尼。5. 逻辑谬误，识别与避免思维陷阱。逻辑谬误是指在推理过程中常见的错误和陷阱。简单的逻辑学详细介绍了各种逻辑谬误，并提供了识别和避免的方法。逻辑谬误与心理学中的认知偏差密切相关。认知偏差是指人们在认知过程中，由于各种心理因素的影响，导致的判断和决策错误。通过学习逻辑谬误，我们可以识别和纠正自身的认知偏差，提高思维的准确性和可靠性。1. 识别谬误，学习常见的逻辑谬误，如人身攻击、稻草人、滑坡等，提高识别能力。2. 避免错误，在推理过程中，注意避免常见的逻辑谬误，确保结论的可靠性。3. 批判性分析，对他人观点进行批判性分析，识别其中的逻辑谬误。书中列举了许多常见的逻辑谬误，如人身攻击、稻草人、滑坡等，并提供了详细的解释和案例分析。通过学习这些案例，我们可以更好地识别和避免逻辑谬误。逻辑谬误是思维陷阱，它会误导我们的判断和决策。通过学习逻辑谬误，我们可以提高思维的准确性和可靠性。D.Q. 麦克伦尼。通过以上对简单的逻辑学核心内容的介绍，相信大家对逻辑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。逻辑学不仅仅是一门学科，更是一种思维方式，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，做出更明智的决策。简单的逻辑学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完整的逻辑思维工具，包括清晰思考、批判性思维、非形式逻辑、形式逻辑和识别逻辑谬误等。这些工具不仅适用于学术研究，更适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。我强烈建议大家阅读这本简单的逻辑学，并将其中的理念和方法应用到实际生活中。无论是在学习、工作还是生活中，逻辑学都能帮助我们提高思维能力和决策水平。逻辑学是智慧的基石，是通往成功的桥梁。让我们一起学习逻辑学，开启智慧之门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。最后，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介绍：逻辑学不是万能的，但没有逻辑学是万万不能的。希望大家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运用逻辑学的力量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。谢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介绍，并从中受益。我们下次再见。